这次可真把厦门的房托们打懵了。10月份刚刚创下了惊人的成绩单，新房成交量创3年新高，二手房也终于开始抬头，大家还在欢呼房价要回暖了。11月一来，直接就给你来个开门黑。来看看10月那些让房托们兴奋的数据，全是一手房成交5586套，住宅成交3157套，环比暴涨222%，同比大涨128%。成交面积33.8万平，环比涨了210%，同比涨了142%。就连二手房也破天荒地实现了环比46%，同比41%的增长。这些数据愣是把厦门房价给拉出了一波小阳春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10月份厦门新房环比上涨0.2%，二手房环比上涨0.1%，和上海、深圳一起成为了全国仅有的3个新房二手房双双上涨的城市。房托们正准备吹泡泡呢，11月的数据就给他们浇了盆冷水。克尔瑞的数据显示，11月第一周，厦门商品房成交量直接腰斩。这还不算，第二周继续往下跳水，一下子就回到了救市之前的惨淡水平。新房均价更惨，连3万这个心理防线都守不住了。这下可把那些刚刚入场的接盘侠给坑惨了。我算过一笔账，如果你是10月底在厦门买了套100平的房子，按当时3.2万的均价，光这半个月的跌幅就让你亏了20多万。这钱够普通工薪族干1年的了。这种断崖式下跌，说白了就是10月的小阳春，完全是政策就是打出来的假象。就像给将死的病人打了一针强心剂，暂时有点精神，但扛不了多久就萎了。现在的厦门楼市那叫一个惨啊！不少老业主看到房价跌跌不休，纷纷开始甩卖。你还别说，真急着卖的，价格都挺诱人。我最近看到有个老业主，5年前买的学区房，当时1平5万多，现在挂牌才3.8万，直接跌回7年前的价格了。就这样还愁着卖不出去，为啥会这样呢？归根结底，厦门这座城市的房价早就被炒上了天。都说房价8折起，民心就能稳，但现在厦门这种跌幅，把老百姓的心都跌碎了。更要命的是，这波跌势看样子还远没到头。要我说，现在的厦门楼市就像个被资本吹大的气球，终于到了破灭的时候。大家可能会问，厦门为啥会跌得这么惨？毕竟它可是副省级城市，计划单列市啊。这么好的帽子难道都不管用了吗？来，我给大家算几笔账。第一笔账是房价收入比。当年厦门最疯狂的时候，房价收入比冲到了40%。啥概念？就是说，一个拿着厦门平均工资的人，不吃不喝，攒40年才能买套房。现在就算跌了这么多，房价收入比还在30以上。我们对比一下其他城市的工资水平。2023年最新数据显示，厦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只有可怜的12.3万。你猜这排在全国第几？连青岛、宁波这些2线城市都不如，却要老百姓掏1线城市的房价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第二笔账是产业支撑。厦门 GDP 才8066亿，被一个东北老工业基地沈阳给反超了，现在排在全国第32位。更要命的是，2023年 GDP 增速才 3.1%， 在15个副省级城市里面垫底。这么弱的经济实力，房价却要和深圳、上海叫板。2022年的时候，厦门房价均价高达 5.2 万，仅次于北上深，位居全国第4，甚至断层是领先广州和杭州。你说这不是疯了吗？第三笔账是产业结构。2015年之前，厦门的工业占比还能保持在 45% 以上。结果呢？
资本一窝蜂涌进来炒房，把厦门炒成了旅游城市、房地产城市。现在工业占比跌到了 35.6%， 创历史新低。来看看2023年的惨状，二产增加值同比下降 2.8%，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0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才可怜的 0.5%， 工业投资增长 7.2%， 还不及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33.8% 的零头。最扯的是啥？厦门就一个破1000亿级产业——电子信息产业，但连这个产业现在都快不行了。液晶显示屏从巅峰时期的 1.46 亿片跌到现在4800万片，跌了快 70%。手机产量从3592万台跌到233万台，跌了 93%。数码相机从533万台跌到50万台，跌了 90%。笔记本电脑2023年一年就跌了将近 50%。这些数据说明啥？说明厦门的实体经济已经被掏空了，资本全都跑去炒房了。2022年的数据显示，厦门房地产开发投资1065亿，占固定资产投资的 36%， 而工业投资呢，才可怜的645亿，连房地产的零头都不到。更吓人的是土地财政依赖度。2021年，厦门卖地收入破1000亿，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 120%， 在全国重点城市里排在前列。说白了，就是把未来的收入都抵押给房地产了。现在好了，房地产一跌，厦门整个城市都跟着遭殃。不信你看看最新数据，2023年前3季度，厦门大部分区域的财政收入都在下滑，有的区跌幅超过 30%。政府没钱了，项目也都停摆了，甚至连公务员工资都开始拖欠。这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这波下跌很可能还在路上，因为厦门的产业空心化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，想要重新培育新产业，没有10年8年根本看不到效果。所以我说，这就是一个被房地产绑架的城市。当年靠房地产吸血吸得太狠，现在房地产一衰退，整个城市都要跟着陪葬。最近有个数据让人很心惊，2023年厦门的人口增量只有 1.9 万人，连泉州都不如了。要知道，在前几年，厦门可是福建最靓的仔，七普时期人口净增163万，领先第2名福州将近50万。这到底是咋回事？这事说来可笑又可悲。我发现厦门现在正在上演一场双向逃离，有钱人在逃，穷人也在逃。先说有钱人，前2天我看了个数据，2023年厦门大学的毕业生有多少留在厦门，你知道吗？才 24.1%。这啥概念？全国双一流高校里，留存率能这么低的不多见。这些高学历、高收入的人才都去哪了？数据显示 13% 跑去了深圳， 7.5% 去了浙江， 7.4% 去了上海。说白了，真正的人才都被别的城市抢走了。连厦大的毕业生都不愿意留在厦门，你就知道这座城市现在有多冷了。某知名机构最新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4，厦门排在第17位，连长沙、合肥这些内陆城市都不如了。再说穷人，我有个朋友在厦门开了10几年的小店，今年实在撑不住了，打算收摊回老家。他跟我说了句大实话，在厦门租金1个月要1万，工资要开3万，一年光房贷就要30万。我干到60岁也买不起房，何必在这受这个罪？这么说吧，现在厦门的平均工资是 12.3 万，房价均价4万多。你要买个100平的房子，首付就要120万。就这工资水平，你得不吃不喝攒10年才够首付。更讽刺的是啥？政府现在急了，
开始撒钱抢人，给大学生提供免费住宿，搞买房送户口，各种补贴政策撒钱。但你想啊，一个年轻人在厦门996加班，拿着3线城市的工资，还要背着1线城市的房贷，这种生活光靠几个补贴就能留得住人吗？厦门现在的问题是产业留不住人，房价更留不住人。看看厦门的支柱产业现状，电子信息产业大量外迁，制造业不断萎缩，旅游业被各地抢食，新兴产业迟迟起不来。2023年上半年的数据是糊弄不了人的， GDP 增长 4.9%， 跑输全国平均水平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0.2%， 创历史新低，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4.7%， 断崖式下跌。有人说厦门不是在转型吗？在发展新能源、生物医药这些高科技产业啊。但问题是，这些产业现在还都是 PPT 里的故事，根本撑不起厦门的经济盘子。我估计，如果厦门继续这么搞下去，未来可能会重演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场景，人口持续流出，房价持续下跌，最后变成一个养老城市。现在的厦门就像是一个被温水煮熟的青蛙，房价虽然跌了，但依然高得离谱，产业在衰退，但政府还在自欺欺人，人口在流失，却还在喊着小而美的口号。这座曾经令无数人向往的海滨城市，正在经历它最冰冷的寒冬，而这个冬天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漫长。中国的3、4线城市，现在又有多少在重复厦门的老路？这或许值得每一个地方政府深思。